上集我們講到，廬山會議期間，黃克誠當面頂撞毛主席，連批2場仗都打錯了，所有人都在等主席發火。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即可觀看完整內容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出人意料的是，毛主席沒有動怒，反而笑着說道：“看來讓你當個右的參謀還不錯。”一句話瞬間讓緊張的氛圍放鬆了下來，改變了談話的方向。毛主席雖然對黃克誠的態度有些嚴厲，卻始終耐心地聽着他講話。這時，周小舟等人在一旁鼓起勇氣問：“會議上空氣太緊張，一些問題不能辯論清楚。湖南集團這個提法讓我們壓力很大，能不能給澄清一下？”毛主席說：“可能是有點誤會。”又說：“我和你們湖南幾個人好像還不通心。”接着，主席把話引到了遵義會議，講起當年自己如何爭取張聞天、王稼祥。他對周小舟說了4個字：“不遠而赴。”黃克誠聽出來了，主席是在給他們機會，希望他們和彭德懷劃清界限。可問題是，他們的思想根本沒轉過彎來，只能沉默以對。談話結束後，黃克誠心裡竟然有一絲輕鬆。他後來回憶說，到底有個機會把話直接向主席說了。然而這份輕鬆並沒有持續太久。僅僅1天之後，政治局常委會連續召開2天，批判的調門驟然升高，火力比之前猛烈了10倍不止。毛主席親自給彭德懷做了定性，說彭德懷不是馬列主義者，思想中有不少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東西，是個經驗主義者。但同時也肯定了他，彭德懷是勞動人民出身，对革命有感情，要革命還是好的，寄以希望。之後還細數彭德懷在幾次路線鬥爭中的錯誤。最後毛主席做了一個總結，他和彭德懷的關係是3分合作7分不合作。會議上，朱老總發言比較溫和，被毛主席評價為隔靴搔癢，而林彪一開口就是重磅炸彈，當眾給彭德懷定性為野心家、陰謀家、偽君子。黃克誠作為彭德懷的親信，自然也在劫難逃，被要求表態，只能硬着頭皮說幾句類似相處久了，許多事都看不清楚，希望彭德懷能冷靜聽取批評，大家都是好意幫助的話。多年後回望這段歷史，黃克誠那天的硬氣顯得格外珍貴。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，他敢當面批評決策失誤，需要的不僅是勇氣，更是一個老革命對真理的堅守。只是這份堅守的代價實在太過沉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裡，歡迎大家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觀看更多精彩內容。我們下期再見。